大家好，我是 J。当你今天决定要到外地开始生活，那首先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租房的问题。那我这一集会分享我从在外地生活到现在，我找房子的5大原则。如果你今天呢是正在找房的人呢，不妨参考看看。我个人找物件最大的原则就是可以在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下，也可以达到省钱省时间的目的。首先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一定要有采光。有窗户不一定有采光，有采光那一定原则上就是有窗户。那这不只是风水的问题，也是安全性的问题。假设今天没有窗户的话呢，你等于是住在一个密闭式的空间，那就是所谓的暗房。那外面发生什么事呢，你就不容易在第一时间知道。就想象你今天住在 KTV 的包厢里面那种感觉，它是没有对外的窗户的。那如果你今天已经选择北漂了，然后你长期都是住在这种暗房里面，那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，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或是说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期限，例如说1年之后就是搬到一个有窗户的地方，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目标，因为有窗户才可以让光线有机会照射进来，而且可以增加空气的对流，那这才是人应该要住的地方。相信我，光线是很重要的。那这个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，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。接着第二个原则呢，是尽量租电梯大楼。为什么要租电梯大楼呢？我个人会不建议租公寓。那就算你今天要租公寓好了，你也不要楼层太高，可能尽量是2楼或3楼，尽量不要租在4楼或5楼。那千万不要租在1楼。我以前大学呢就是租在1楼，那高几率呢会有一堆蟑螂蚂蚁来你家做客，要不然就是蚊虫会很多。那首先呢，为什么不要租公寓？第一个是安全的问题，因为公寓它通常是不会有管委会的，所以人员进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。而且有些公寓它房东呢会隔成好几个套房，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火灾的话，其实很危险。然后有些甚至是暗房，这就回到我刚刚第一个讲的状况，就是光线无法进来。那除了安全性的问题，第二个就是方便性的问题。想象你今天可能身体不舒服，或是你的脚受伤、拐到之类的，那你今天租在4楼或5楼的话，爬楼梯就会造成你的活动行动上的困难。光是你爬1层楼梯，你就会觉得快要往生了。那有电梯的物件呢，它就比较不会去影响或限制你的行动。加上如果这个电梯大楼有管理员的话呢，它还可以代收包裹，然后也可以有垃圾集中处理，你就不用浪费时间在那边追垃圾车，那这样就可以大大省去你的时间。目前提到的2个大原则，也是我认为最重要、我最看重的，就是要有采光，然后尽量住在电梯大楼。那等一下提到的第3点到第5点，原则上是加分项。第3点呢，我会尽量的租房子在传统市场或是大卖场附近，这是为了在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下，也可以达到省钱的目的。怎么说呢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北漂打拼是为了赚钱存钱，我并不想要因此牺牲我的健康。那我觉得自己开火，可以加速我存钱的速度，也可以兼顾到自己的健康。那住在传统市场附近呢，可以增加我自己开火的动力。像是早市它在进中午前，常常很多东西都会打折。然后像是家乐福，有时候到傍晚也会有一些打折的促销的活动。那相对而言，假设你常常是便利商店，因为便利商店大部分都是太多的超加工食品，除非你都买烤地瓜或是生菜沙拉，但再怎么样，你去菜市场买1篮的地瓜都比可能你在超市买1颗还要便宜。我是说这是相对而言，就是你买来自己蒸，那你可以省下很多餐的钱。不然你看那个超商的微波便当有时候一个便当钠含量就爆表了，这样长期吃下来呢，我觉得对身体是一种负担。多多吃原型食物，让身体保持健康呢，我们才能做到长期抗战。如果你也想要开始自己
开火煮饭的话呢，你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里面会分享一些我每个礼拜去采买的战利品，然后还有一些菜价的波动，算是我的一个小小日志。第4点，如果你在台北不骑车的话，那我会建议住在有捷运站或是公车站牌附近的房子，或是租在主要干道，像有什么承德干线啊、重庆干线，或是民权干线，或是敦化干线这种在干线上面的房子。因为时间就是金钱，健康就是财富。这个目的呢，是为了要减少你通勤的时间，就是你让自己多睡5分钟也好，尽量睡饱一点。单程交通的时间超过1小时，我都觉得有一点久。除非你今天那个公司开的薪水很高，你觉得值得，那当然就 OK。你在通勤的过程，你可以听听 podcast 或者做一些自己的事情，那这样很 OK。可是如果你每天通勤1-2个小时，然后就只是为了去领一个3万块的薪水，那干脆就找住家附近差不多的工作就好，或是你就要搬家了。最后一点也许不是那么重要了，但因为我的大原则就是在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下还能省钱省时间。那第5点会跟健康比较有关系，你可以试着租在附近有运动中心，或是有健身房啊，或是有瑜伽教室等等，就是养成一个固定的运动的习惯。那当然你要去学校附近的操场慢跑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。或是说呢，如果你租的地方家里空间够的话，你也可以徒手健身，可是你就要非常的自律。以上5点是我个人在找房子的时候呢，会最注重的5大原则。那不知道你有哪些主要的原则呢？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也祝大家北伐成功，长期抗战顺利。请你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